嗨，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听力部分。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一边了解国际新闻，一边学习高级中文词汇。今天的主题是特朗普访问中国，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的相关新闻，近期在中国的媒体上引发了高度关注，所以通过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中文新闻里面的正式表达，还能掌握关于外交、国际关系、贸易、政治新闻、官方讲话的一些相关词汇。所以，如果你以后想看中国的新闻，理解中国的媒体，或者提高正式的中文水平，这类内容会非常有帮助。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要知道 Donald Trump 在中文名字里面，中文名字叫特朗普。特朗普在中国大陆，人们通常说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总统或者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在台湾，很多媒体会使用另外一个名字川普。所以你可能会看到特朗普、川普这两个名字其实都是同一个人，这是中文世界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汇访问。访问是今天比较重要的词汇。访问在新闻里面通常不是普通的旅游，它一般是指官方访问、政治访问、外交访问，比如访问中国、访问美国、国事访问。如果总统去另外一个国家，中文新闻通常会说某某总统访问某国，例如特朗普访问中国，所以这个是访问的含义。然后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是什么意思呢？国事访问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外交用语，比如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文新闻里面，国事访问听起来非常的正式，非常的官方。中国新闻特别喜欢这种表达，国事访问。好，接下来是中美关系这个词汇。中美关系这个词汇是本次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新闻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这里的中代表中国，美代表美国，所以中美关系就是 China-US relations。这是中文新闻里面出现频率极高的词，例如中美关系十分重要，或者双方讨论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个是中美关系的使用和常见的一些表达。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双方讨论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好，下面是会谈这个词汇。会谈，当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见面时，他们会会谈，拼音是会谈，意思是 talks。例如，双方举行了会谈，这是中国新闻里面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双方举行了会谈，双方举行了会谈。所以你会发现，中文官方媒体特别喜欢使用举行会谈、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共识这些正式的表达。接下来的词汇是深入交换意见。现在我们学习一个非常中国新闻的表达，深入交换意见，拼音是深入交换意见。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实际上在中文外交新闻中非常常见。它的意思是，不过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它往往意味着双方认真讨论了问题。例如，双方就经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如果你天天看中国的新闻，你会发现这个表达重复率非常高。深入交换意见。接下来的词汇是贸易与经济合作。特朗普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当中，经常会出现贸易，拼音是贸易。例如，国际贸易、中美贸易、贸易合作，还有经济合作，拼音是经济合作。中国的新闻里面经常说双方加强经济合作，或者
推动经贸合作，这里的经贸是经济加贸易，属于新闻里面的缩略表达，经济加贸易。好，接下来的词汇是关税与贸易战。特朗普执政期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话题，就是贸易战，拼音是贸易战，意思是 trade war。现在中美之间增加了很多的关税，拼音是关税，关税。例如，美国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或者双方讨论了贸易战的问题，双方讨论了贸易战的问题。这些词汇在财经新闻里面特别常见，在财经新闻里面特别常见。好，下面的词汇是外交。现在我们来认识这个外交这个词汇，它的拼音是外交。例如，外交政策、外交关系、外交部长。中国媒体经常说双方加强外交合作，或者外交关系持续发展。外交、外交政策、外交关系、外交部长可以组成这些词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新闻里面的官方语言有哪一些。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级的部分。如果你想真正理解中国的新闻，你一定要熟悉一些官方语言，例如互利共赢，拼音是互利共赢，意思是这是中国外交新闻词中的经典表达。例如，双方坚持互利共赢，互利共赢。好，下面的词汇是增进理解，拼音是增进理解，意思是例如，此次访问增加了双方的理解，此次访问增进了双方理解，增进理解，此次访问增进了双方理解。下面一个词汇是推动合作，拼音是推动合作，意思是例如，双方希望推动合作，双方希望推动合作。下面的词汇是和平发展，拼音是和平发展，意思是中国新闻里面经常说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下面一个词汇是记者会，记者会。领导人见面以后通常会召开记者会，拼音是记者会，它的英文意思是例如，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这里还有一个词联合声明，它的拼音是联合声明，意思是这也是外交新闻高频词汇，这也是外交新闻高频词汇，外交新闻的高频词。好，我们下面来进行完整的新闻例句的学习。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些完整的句子。第一个，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双方举行了高层会晤。它的英文意思是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双方举行了高层会晤。这里的高层会晤意思是这句英文。好，第二句是中美双方深入交换了意见，中美双方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经贸合作问题。中美双方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经贸合作问题。它的意思是中美双方深入交换意见，并讨论了经贸合作问题。第三句是双方希望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双方希望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它的英文意思是这里的双边关系的英文意思是双边关系，双边关系。通过上面的词汇和句子，我们会发现新闻里面的中文会很难，很多中文学习的人会发现新闻的中文比日常的我们说话的中文难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新闻中第一个是词汇正式，例如
我们普通的中文会说聊天，但是新闻的中文里面会说会谈，所以这个是聊天和会谈的区别。第二个原因是喜欢用四个字的词语，比如互利共赢、和平发展、深入交流、加强合作。因为这些四个字的词语听起来比较正式，然后它在新闻的播报过程当中有节奏感，所以他会喜欢用一些四个字的词语。第三个原因就是重复固定表达，因为很多中国的新闻有一些固定的句型，例如双方表示、双方认为、双方强调、双方希望，所以这个是很多固定的句型，所以如果你了解了这些模板，你了解了这些固定句型，这些重复固定的表达，你会发现中文的新闻会变得容易很多，你能看得懂了，你能知道大概这个新闻说的是什么内容了。下面我分享几个方法吧，如何通过新闻来提高中文。第一个方法就是每天看新闻的标题，因为中文的新闻标题通常很短，例如中美关系持续改善，双方举行会谈，推动经贸合作，这个就是中国新闻。这些标题都非常适合学习，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每天看新闻标题的方法来学习一些新闻里面的常用表达。第二个方法就是学习一些高频词汇，高频词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些词汇，我们不要一次学太多。比如今天我们就先掌握这几个词汇：访问、会谈、合作、外交、贸易。你只要把这几个词汇你能读出来，然后你能理解这些词汇的意思，因为这些词在我们的中文新闻里面经常会出现，经常会在各种新闻里面都会出现的一些词汇，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学习高频词汇的一些方法。第三个方法是模仿新闻主播，比如你可以模仿中国新闻主播的发音，例如双方深入交换意见，推动双边关系发展，这样会让你的中文听起来更正式、更自然，因为新闻主播的发音是最标准的。好，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重要的词汇，包括访问、国事访问、中美关系、会谈、外交、贸易、关税、贸易战、经济合作、联合声明、深入交换意见、互利共赢。如果你能掌握这些词汇，你理解中国新闻的能力会提高很多。好，今天的中文听力部分我们先到这里，希望通过我的这种听力训练，能让你听懂中文的能力越来越好。好，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